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这个华为洗脸川普了吗？因为华为官宣5奈米的麒麟晶片量产，大陆的媒体央视呢，他们就提到了这个接下来这个。华为5奈米麒麟 X90 的处理器已经量产装机哦。那由于华为的晶片无法由台积电等厂商代工，这一次呢，这个官宣意味着大陆可以完成5奈米晶片自主设计，还有5奈米制程工艺生产哦。也就是呢，再次突破了美国设定对于中国大陆半导体技术设限的门槛。那所以他们就定调，这叫做中国正等待重大的突破转捩点呐。那除了华为有这样的一个突破之外，小米他们玄界 O1 也是这个正式发布央视说这也是这个3奈米晶片的一次突破，紧追国际先进水准。小米也成为继苹果、高通、联发科之后，全球第4家发布自主研发设计3奈米制成手机处理晶片的公司。那这个小米也展露出他们的野心就是说接下来希望全球手机可以排到第1，家电可以是大陆前3，汽车可以是世界前5。那可是人家讲说要小心你这么高调，恐怕会变成川普狙击的目标啊！不要忘了这个之前他就是有狙击过这个华为啊。那2015年的时候，任正非也讲了这一番话。那我们来听一下。其实我就是无能，你想一想嘛，我又不懂技术，又不懂财务，又不懂管理，其实我就是坐到他们那个车上，他呼噜呼噜拉，我出来亮一亮，以为都是我搞的。你问我个问题，我可能答不上。对，所以华为其实他们就是一直闷声在这个往前走但是小米人家讲说，小米高调才会被盯上会是这样子吗？还是说不论你高调还是低调，美国要盯上你就会盯上来，只要你感觉就是太厉害，好像快要威胁到他，或者是已经超越他，他通通都是要朝你来开刀那现在在开刀的是谁呢？可能是欧盟。欧盟最近的态度转趋软化。我们看一下这个川普才说欧盟老是占美国便宜但是呢，他又突然讲说，我现在要跟他延后这个50%的关税所以本来从6月1号开始嘛，现在改口同意要到7月9号再来实施。那到底是川普软化还是欧盟软化呢？川普他就5月25号的时候，透过他的 Truth Social 发文说接到冯德莱恩的来电所以对方请求延后所以感觉好像是冯德莱恩态度比较软希望呢这个50%的关税期限能够延后一些。川普回应就说那就延到7月9号吧，这是我的荣幸。川普什么时候这么好讲话了？一通电话就可以那我们赖清德是不是赶快也打去看看呢？恐怕接不上那再来，川普又向记者表示他说我们会尽快见面，看看是否能达成某些协议。所以到底是谁想要往后退，现在很难判断。那也有可能就是反正给个梯子就顺势下台吧。就是总之因为已经在中国大陆这一边这场仗打得灰头土脸，人家照样一直用这个最新的这个晶片技术告诉你说我根本就不怕你卡脖子那还有这个法国最近也是动作不断马克宏跑到了这个东协这边来，那5月25号的时候抵达越南，然后接下来还会去印尼跟新加坡，这也是法国总统近10年来首次访问越南。那他这次去越南他也是想要对全球释放一个讯号，就是说这个世界上除了中美之外还有第3条路，就是是不是让法国再次伟大就说还有我们法国这样子应对着川普的攻势呢，他现在要开始打法国牌，寻求强者法则这些新动力要巩固法国的印太战略那所以呢，他接下来也要琢磨在印太地区还有法国可以作为选择。法国的专家就讲说
他是想要透过展现出来，法国是值得信赖、值得尊重，然后信守承诺的合作伙伴的形象哦，所以这样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可以在美国的强力压力以及日益增强的这个中国大陆之间找到一条平衡之路。那目前法国的外长会议正在召开当中，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的外长表示呢，东南亚国家必须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那要团结来应对美国的关税政策造成的冲击啊，所以这个东协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盘算。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小米跟华为不能等量齐观呐。小米那个叫晶片设计，那代工找台积电啊，那当然没有错啦，3奈米的晶片设计也没那么容易可是这个华为早就做完了，华为只是自己做不出来，那是因为它晶片制造被抵制嘛，所以它才一步一步往上啊，现在做到5奈米，不是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是没有做了，可是美国就先用说，它可能涉及侵权啊，然后扬言要全世界不要购买华为那个910CD 啊，那这个东西当然就，我觉得美国做这样的一个宣布也是蛮怪的啦。你跟中国不是还在这样准备做第2阶段的谈判？那你做出这个，你如果说有证据说人家侵权，那你要制裁，号召全世界不要买，这还说得过去啊。你现在没有证据，你没有证据就先扬言，说不排除要提告啊。那因为如果仿冒，然后你买，你使用，那最高刑责是到20年啊。他现在就是这样啊。可是你又没有证据，你凭什么叫人家不买？所以我觉得美国真的是已经乱搞一通了啦，乱搞一通了啦。那至于美国跟欧盟我觉得川普，那你写那个贴文就跟放屁一样啊！你那贴文写得多震惊啊！然后贝森特还帮你讲话，说这个就是政策说提高到50%，不是扬言，而是定论。贝森特还帮你讲然后3天之后就翻了，一下又延到7月9号。所以你这种人讲话就跟放屁一样嘛，可笑至极啊！那这样是干嘛呢？你原来的谋略都不见了。本来他是有谋略的，比如说他不惜对欧盟课50%，那接下来就要谈日本、韩国、印度嘛，那就要警告这些国家说：你们要看着办不然我会像我连欧盟都可以这样修理，你们乖一点。那也是在给中国看因为6月10号美中要谈嘛，那也是跟中国讲说，就答应了啦，不然又要来 run 一下，又跟欧洲一样那结果你的谋略全部都是胡说八道，这谋略还自己讲的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人家问他说，你提高50%关税是要干什么？他说要秀给别人看知道我，而且他那天还很得意说好了，这件事又要回到我拿手的场域了，就极限施压又来了而且是宣布之后6月1号就要实施，这个才叫极限施压嘛，结果现在自己退了。他是拿手，其实是退却。所以我说那好笑啦，我就觉得非常好笑啦那欧洲当然有他自己的问题啦，可是我认为欧洲会在俄乌战争、美国介入谈这个协调无效下会逐渐的去思考自己要走自己的路啦因为我前天看到德国之声公布说欧洲德国它的国防预算要从2.1%那慢慢增加到5%，这个很惊人的宣布德国对啊因为如果是德国宣布，那我就要关注一下，因为他毕竟不是吹牛大王法国嘛就是玩真的然后他说未来他还要派4000人到立陶宛驻军，所以他们显然就是认定乌克兰完了嘛所以那个俄罗斯的威胁就直接到欧洲了嘛，不然德国不可能这样表态的因为德国是一个
比较谨慎的国家啊。可是你去想一想，他们如果觉得俄乌战争你川普都帮不了忙，对那我贸易我怎么可能顺着你啊？对，所以我其实觉得欧洲的自主性可能就要起来了啦。所以那个吹牛大王就去越南了嘛，可是越南不要轻信这个人越南可以跟欧盟去搭线啊，可是不要轻信马克龙马克龙因为越南事实上跟欧盟有自由贸易协定嘛，所以其实越南你自己走的路就走得不错了，其实法国作为单一的国家要帮你忙是很有限的啦，很有限的啦。好，来请教谢老师。就是其实欧盟来讲的话，它越面临到尤其贸易上一个强烈的挑战的时候它需要时间来整合内部。所以其实川普这一次突然宣布说，我6月1号开始就给你50%，其实对欧盟来讲的话，它需要一点时间，因为欧盟到底它有27个会员国嘛，28个会员国，那这些重大政策它还是要经过会员国。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欧盟来讲，现在是缓兵之计，他把它拖到7月9号让它内部对这件新的挑战美国突然加深战局这个加强这个进攻力道，它需要内部的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妥谋对策啦。不过现在要欧盟就是说往后退是蛮难的。其实美国跟欧盟的贸易的问题不是出在关税，因为双方关税都很低。美国2.4平均欧盟的关税也很低也差不多不到3左右所以你把关税降下来，不能解决现在美国跟欧盟贸易2000亿的逆差。2024欧盟赚了美国2000亿，所以你把欧盟把所有的关税拿光了，也没有影响而且美国川普不是叫说，哎呀，欧盟都不买美国的汽车，那欧盟已经降了，欧盟说，那我把它降零关税对，已经降了。所以呢，欧盟我觉得现在是缓兵之计。那重点就是说，他们要跟美国来讲的话，除了报复手段妥协，用什么方法妥协？因为这个2000亿美金的话，以现在看起来，美国跟日本的谈判的话，就是你拿钱来投资就好了。因为现在孙正义现在已经提议美日贸易的基本上的一个问题的话，就用投资3000亿嘛，就各出一半的钱，那以投资美国为主。那就解决了，因为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不过才600多亿嘛，不到700亿，那比欧盟强，比欧盟好解决。那现在问题就变成就是说，欧盟这2000亿的逆差它怎么解决？而且今天美国也讲了，他说我们跟欧盟的问题不是在关税，是在非关税贸易障碍。那这个没有办法解决，为什么呢？欧洲人就是说我不吃基改食品。那美国这些农产品很多都是基改食品那你难道要欧洲放弃它对于他们这种价值吗？对于食品安全的价值吗？那欧洲也不吃莱克多巴胺，那要零检出，对，那你不能怪说，你都不吃我牛肉，不吃我猪肉，那欧洲说我不是不吃你美国牛肉猪肉，我是不吃你的莱克多巴胺，对，那你今天要欧洲退吗？欧洲也不会退。那欧洲还有一个，今天他们这些工业产品的话，它会规定说，我希望你的制造过程中用一定比例的绿电、绿能，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给你。像这个 ISO 9001，它这个所谓的标准制程，它就有一部分的比例的能源是用绿电的。那川普才不染这一套呢，所以这个东西蛮难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欧盟现在争取到的时间那最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对川普来讲，就是你把那个2000亿的问题把它解决，那欧盟会想说，我为什么要投资你2000亿？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有只是争取到时间，并没有争取到解决问题的答案。那欧盟势必要跪，就看它跪得多难看了。好，来老师。韩美一直盯着这个华为所以不只是美国盯着华为，其实韩国人也一直盯着华为，因为他们知道。对于韩国三星最大的竞争者就是华为，所以他一直盯着华为。他在上礼拜我们有讨论过，他认为华为本身有20座左右的晶圆厂里面包括11座的 Dream 的晶圆厂。但是你怎么问华为，华为都不跟你回答，也不跟你说
这个很简单，这个最主要是因为美国在打压，他不会想让美国人知道是哪一座晶圆厂是华为的，或者是不是华为的，所以他完全不理会。那现在不但是设计5奈米没有这个能力没问题，制造都没问题了，制造都没问题，它就可以用在手机上面了，手机的功能就更强大了。所以现在等于是华为它摆脱了这个美国给它的框架跟限制，它不但可以自己生产，那意思也就是说，它不用再像台积电、像美国相关的这些晶片设计或是晶圆厂来购买了。它不但不用购买，你美国不但失去我的市场，我还可以卖了。也就是说，如果它的产量能够满足它的需求，而它的产量超过它的需求以外，它就可以往外卖了。那当它往外卖，如果它的产品是有竞争力的，那这个对于很多半导体厂来说，很多的半导体的设计来说，它就构成了新的一个竞争者出现了。这个就是你川普，你确实你让华为再度伟大啊！你非但没有把它打垮，你要让它再度伟大。所以现在变成是大陆很多的公司就说你来盯上我呀，你来盯我呀，我就像你盯上我，我就会再度伟大了。为什么？因为我的品牌就会成为全世界最有名的品牌。例如说升腾910D。美国专门盯你的华为的升腾，结果现在升腾成为全世界的品牌。为什么？因为全世界都知道说，你美国的高科技的研究都在研究了确定了以后，华为的升腾910D 超过 H100。那但是当然下订单啦。所以你美国才会实施常备管辖嘛，说你谁用这个升腾910D 的话，我就要处分谁。那就是证明他已经比你英伟达还强了。这个对于英伟达来讲的话，就是你川普，你莫名其妙，你帮我塑造一个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而且是你美国政府认证他强到不得了，那他的晶片就好卖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对于黄仁勋来讲的话也很头痛。就已经告诉你，你不要用这种方法嘛。你用这种方法，你只是在帮我制造更强大的敌人。结果你现在不但帮我制造，你还帮我宣传他的产品比我好，那还得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痛苦。那川普刚开始在上礼拜，他讲说，对于欧盟，他建议6月1号开始要对欧盟课50%的关税。我就说你玩假的。你是最高的决策者，美国最高的决策者，你还建议嘞？白纸黑字，你建议耶 recommend， 那你跟谁建议啊？你跟贝森特建议啊？贝森特是你的老板啊，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你玩假的，你只是在等那个冯德莱恩给你一封安抚的电话，所以他安抚一下，他说好，那我们就到7月9号吧。他真的很喜欢等电话。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川普还持续在杠哈佛，现在演到什么程度了呢？他再度威胁哈佛说要把所有的留学生资讯全部都交出来啊，而且呢还威胁说联邦政府不可以再继续提供给哈佛任何新的拨款。那所以他说你不交出来这一些的话，我现在就把你的钱全面的卡住。那哈佛还讲说啊，为何哈佛不说明为什么你们有这么多学生来自外国呢？有些对于美国根本就不友好，所以不值得为他们这个教育来出钱，所以因此他就合理化说要把这些外国学生全部的就统统的赶走，逼着大家转学哦。那人家讲说，其实你不要讲那么多了啦，你目的背后动机呢，就是要让他们更符合共和党保守派的立场哦，然后来削弱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自主性，以及重塑教育价值观啊，这其实才是他背后的目的。哈佛的前校长就骂川普啊，讲说你这个不只会重创哈佛，也会摧毁美国的高等教育啊。其实为什么有这么多来自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些学生，就是因为他们把一流人才全部都吸引过来，世界各国最顶尖的这些学生，通通
通都进到你的学校，结果你反过来看说，凭什么他们可以占我们30%的名额哦？所以他的这个思考逻辑让这很多学术界都不理解。他说，你接下来啊，只会让自己更贫穷孤立，甚至呢让中国大为振奋，因为接下来恐怕学生啊、人才啊，甚至教授啊，通通都会外流。那首选是哪里？可能欧洲啊，当然也包含了中国大陆啊。那你看哦，他说川普跟 MAGA 的理由是反觉醒哦，那或者是反犹。那美国正在把科学霸权呢拱手让给了中国大陆，也连带丧失所有随之而来的相关利益啊。学术人才正在出走当中。那还有这个川普自己哦，一直在做一些很离谱的事情，他感觉人家现在形容他已经开始有拜登化的倾向了。比方说呢，他这个还威胁苹果公司啊，他在记者上威胁苹果说，不在美国生产，我就对你征收25%的关税。结果自己的 iPhone 电话响起来了，他想说，哎，真讽刺啊，怎么回事嘞？我们来听一下。We're talking about the iPhone now, and you know, the iPhone, if they're going to sell it in America, I want it to be built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we don't want to have Canada making our cars. We want to make our cars. Oh, it's a phone call. Do you mind? Hello? Okay, it's only a congressman. Are you considering stopping other universities from taking foreign students similar? It's a different congressman. They're all congratulating us. 他是不是很怕错过电话？因为在等电话，是不是？等到了冯德莱恩，现在还想要等到中国国家主席的电话，所以开这么大声。然后通常不是我们都会关静音嘛？好，你们看哦，这川普他现在说，他相信哦，隐形战机是真的隐形的，哇，这让美国的网友吓一跳，说，原来你真以为是隐形？我们来听一听。New airplanes, brand new, beautiful planes, redesigned planes, brand new planes, totally stealth planes. I hope they're stealth. I don't know. That whole stealth thing, I'm sort of wondering. You mean if we shape a wing this way, they don't see it, but the other way they see it? I'm not so sure. But that's what they tell me. 回来了，还在笑呢。他是不是哈利波特看多了？他真的以为可以隐形，所以网友就很迷惑，就说：他讲这什么话？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哦？而且他去西点军校的这个演讲哦，他就讲了一堆什么呢？在聊他的老婆，然后就很多那个学生在讲说，聊你这个花瓶老婆做什么嘞？然后后来他解释这个故事的寓意是要让人们热爱工作，然后你的老婆跟热爱工作到底连结是什么，也大家也不晓得啦。反正这就是川普的风格哦。那再来，这个现在目前白宫要裁人嘛，包含了国防部还有国务院哦。他们现在就是有很多涉华事务的人，通通被解职。美国媒体在讲说，今后川普决定要靠自己的直觉来做决策，所以现在美国是越来越离谱了，不是再次伟大，是越来越奇怪。那再来还有川普的侄女也讲。他的一个人格有点反社会，很喜欢赢，然后又很想当一辈子的总统哦。他还说恐怕不会任期结束，他就会乖乖离开了，因为他很喜欢留在那个位置。再来，另外我们看马斯克最近跟川普真是越走越远哦，因为白宫人事动荡，还有这个马斯克也暗示要淡出政治了。马斯克就讲说，接下来会花更多时间专注在自己的公司哦，也可能会就是等于是减少在川普政府的工作。那到底是怎么样决裂的呢？巴农就讲啦，巴农是叫做前第一哥们前第一哥们这个头衔可能也是后来就走远了哈。他就说，大家感受一气生变，是因为呢，马斯克试图想要接触国防部对于中国作战的机密计划，所以川普就产生了一些那个嫌隙啊，所以导致这个兄弟情因此变调。这个美国越来越离谱了。我们来问一下亮哥。这个川普对哈佛这个不能够说是一时兴起啦。我觉得总的理解应该是保守派的右翼对自由派一个追根究底的攻击啦。他绝对不会只针对哈佛啦，他是针对整个自由派因为论述基本上还是从高等教育机构出来的嘛。那他本来是我们看到他好几波第一波是
这个要求这个哈佛要履行那个 DEI 嘛，就是多元包容政策不能对学生啊、教职员啊有种族啊、宗教啊、性别上的 quota， 一开始是这样那哈佛拒绝，所以他就把它冻结联邦资金22亿嘛，对不对？那接下来冻结之后，哈佛还是不甩他，他就再进一步取消他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募款资格嘛。结果哈佛还是不理你他把他气疯了，所以就透过那个国土安全部那个杀狗的女部长开始给他下最后通牒，就是说你没有资格那个招募外国学生，因为我不发签证，那这个 I-20 就没有办法了，因为这个真的就掌握在国土安全部的手上。对，因为比如说我们台湾，我们现在去美国免签嘛，可是你用 ESTA 进去，你最多只能待90天，那你求学没办法这样，对呀，你一定要有 I-20 嘛，我现在就不发给你，用这样来对杠你。然后这次又有一个新的理由，说那个反犹太抗议以色列的学生，你要72小时内，你要把他们的影片交给我，因为他们有办活动嘛，哈佛拒绝他说这个是学生的隐私啊，对，结果杠上了，那杠上了，现在录取哈佛的学生就恐慌嘛，我们台湾有22个这本来是人中之龙啊，现在叫人中之恐慌啊，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啊，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呢。现在是加州有一个联邦法官把这个案给冻结，可是这个诉讼案还在往前走，你也不知道会做出什么判决啊。对啊，而且加州的联邦法院本身的冻结案，美国的行政单位会不会 follow， 这也不一定啊。如果国土安全部硬是不发签证，你怎么办？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事啊。目前哈佛27%是外国学生，它算低的我去查了一下，哥伦比亚40%，哥伦比亚是40%那最高的是Illinois Tech 51%，然后那个电脑非常优秀的那个卡内基美伦48%，我看你怎么弄。这个我坦白说了，如果没有中国跟印度的学生美国很多理工跟医学的实验室都要停摆啊。前2名就是中国跟印度，两个加起来大概占将近1/3了，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就是乱搞一通了啦，好吧？那这个坦白讲，大家都束手无策啊。比如今年录取哈佛的，或者现在人在哈佛的，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啊，他逼你转学，那现在已经有一大堆学校都出来说，我们愿意接收流亡哈佛的学生。德国政府已经站出来了，德国教育部我觉得德国教育部真的很聪明啊。他说只要哈佛来的，我们全部收。那香港科技大学也站出来了。我觉得就发生这种事，匪夷所思了。人才人人抢着要啊。来问一下谢老师，其实川普他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讲了大实话了。因为川普很多都是为了钱，你知道吗？他什么都是算账的，真的是这个人家讲军人本色，他的商人本色。他说，我查了一下，哈佛1/3的学生是外国人，对不对？那这些外国人他来美国受教育，这些教育的这种什么学校各种事都是我们美国人付的钱那外国政府也没有付钱给他，我们为什么要拿我美国人去美国人的钱去教育这些外国人？你说有没有道理呢？其实是表面上还蛮有道理的，对不对？哈佛这个学校可是你去看过，那个真的是那个投资非常的大，530亿，530亿，校务基金，对，校务基金。然后那个学校真的是，你说你说一流学校这种研究型的学校，教授对学生有时候是1比1甚至有时候教授更多。那也就是说，他把这么多一流人才，他说我花那么多是10比1，10比1学生2万教授2000，那这些他就会那些教授都是我花的钱，美国人花的钱，为什么要去教育那些外国人？然后他说我还叫哈佛把这些外国学生的名单交给我，他还不交，
那我也不是说里面所有的外国学生都不好，可是呢，有些不好的，那你哈佛为什么不把这个名单交给我？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一句话真的把他心里的话讲出来一半，就是说你来这边用我们的钱来享受我们最好的教育资源，你又不出钱，我干嘛做这个傻瓜？所以另外一方面就是 DEI 的部分的所谓多元入学方案啦，就是说像我们台湾过去上大学很简单，就联考啊，对不对？对。那今天中国大陆也很简单啊，就是高考啊，大家凭成绩嘛。要不然的话，你东开一个门，西开一个门，公平性何在？其实美国很多家长对于美国的大学，尤其这些一流大学啊的入学的政策是很有意见的。亚裔的家长尤其反对。对，他说我小孩这么优秀，考试都是第一名，结果呢，同样一个高中毕业，这个小孩不能够进哈佛，另外一个黑人的小孩成绩又烂，然后呢又不用功，结果考进去啊，又不是考进去，为什么？因为他有 quota， 他有配额，这个一定要有几个黑人。那这个就是川普他在前2天讲的，他说谁说哈佛学生很优秀？有的连1+1=2他都算不出来，他就是指这种不是靠学术成绩学术表现能够进入哈佛的学生。所以我觉得他跟哈佛事实上是谋上了，他不把哈佛整个脱层皮不达到他的目的的话，我觉得哈佛这次也很难过关哦。可能不止哈佛，哈佛是个标杆，接下来一系列这个 Ivy League 的全部会中，全中。好，赖老师。哈佛当然，他目前在诉讼中嘛，那联邦法官也在第一时间说要求行政部门不能够这样执行，但问题就在于哈佛大学他还是有感觉到忧虑，他还是会担心他在校的学生，他们本身会受到牵连，如果这个诉讼打得不顺利的话，那甚至有些学生的签证到期，你要去换发新签证的时候，那很有可能会受到 I-20。国土安全部的干扰，他不发或者跟你延迟发，那你时间到了你还是要离开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怎么办？所以哈佛现在在帮他们的学生找说愿意接受转学的学生，那找的是海外的，目前是以英国为主。我觉得哈佛可以再积极一点，他可以跟很多海外的学校签姊妹校的关系，然后把学生转过去以后，老师也过去，然后就在那个海外把教育读完。然后就在那个地方把这个，因为他可以跟老师合并嘛，例如说像哈佛可以跟清大、北大啦，那么也可以跟牛津、剑桥啦，甚至到法国可以跟巴黎大学啦等等的，他们都可以合作。然后呢，到德国也是一样嘛，最后他们把毕业证书一样发行，也就是说是双毕业证书的这种制度，我觉得也可以考虑了。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对于申请到还没办法进去的这些学生新生。我觉得他们的压力最大，忐忑不安。对，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哈佛也应该要帮他们做很多事情，就是联络更多的学校愿意接待这一群人呢，或者是也一样用双文凭的方式来去接待。我觉得这个是哈佛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你已经接了，你现在面临的就是你的国内的政治干扰，你不能够对于这些国际学生他的权益受影响，这是你哈佛一定要努力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前校长的讲话格局就不大了。一个前哈佛大学的校长讲到最后是政治，说这样子对中国有帮助，那你就是把政治放进来了，你把你自己的格局下降了。哈佛标榜的就是学术嘛，就是追求真理的地方，那你就应该站在学术的角度，站在追求真理的角度来去谈这个问题，你却把政治拉进来，这叫做格局不够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最近印度又赢了，哪方面呢？他们现在在这个世界经济体已经排到世界第4大了，还超越了日本，所以现在是R4了，即将要成为R3了，所以看起来越来越厉害。他们现在总经济规模已经到了4兆美元呐，大概是台币130兆，而且这个莫迪他们现在还要迎来说，这个阿萨姆不只有红茶，现在还有半导体接下来印度制造的这个晶片就
就要在阿萨姆这个地方来推出，就是印度即将迎来他们首款的这个半导体工厂生产的印度制造晶片。那还有呢，这个被人家踢爆说，印度本来有一个 AI 独角兽公司哦，叫做 Builder。那这个被人家踢爆说，原来呢它不是 AI， 它是 AI， 我们叫人工智能嘛，原来它是只有人工没有智能，都是印度的工程师去冒充啊，结果他这样子就还搞了8年哦，那就现在欠下了亚马逊8500万的美元，然后又欠下了微软3000万美元，就搞了半天，你以为都是那些智能运算，不是，它是人脑运算的，就是真的用人工来取代那些运算。这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但是被爆料出来，现在得要赔钱了。那还有这个印度，这个不是印巴战争吗？莫迪定义说，这个当时跟巴基斯坦的这个军事行动叫做新杜尔行动，所以他就规定了，接下来在这一段时间出生的孩子都要被命名为新杜尔。那这个新杜尔的行动呢，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胜利的象征。莫迪就讲我们其实停战并不是靠第三方调解，是巴基斯坦求我们的，我们才就是停火，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停火的措施。他说，这代表的不只是军事上的成功，其实呢，这个新杜尔行动也代表着印度制造的成功，印度的武器发挥了强烈的打击作用，所以呢，对于印度的工程师跟技术人员表达非常多的感谢啊。那甚至他们还在这个节目里面有一个节目叫做《新生》啊，在这个节目里面谈到了为什么我们的武器这么厉害。我们也来看一下。हर हिंदुस्तानी का सिर好，我们看到这个莫迪他是被夹道欢迎在这个节目当中，他就提到了说，我们印度的武装部队打击了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所以做出了非常英勇的努力值得注意的，这一集节目里面还有展示印度袭击的画面甚至是鸟瞰图所以他们就是要呈现出他们真的是赢麻了这个大胜利的一个态势。那但是呢，美国的情报讲说，接下来巴基斯坦恐怕会升级核武库来应对印度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威慑所以这看起来可能是这个接下来有这个生存威胁。那再来我们看到了这个印度的反对党的议员倒是跟莫迪唱反调，他说我们对于跟巴基斯坦开战不感兴趣我们宁愿独自发展经济，然后呢带领着我们的子民为着21世纪来做相关的准备可是莫迪现在是执政党嘛，他好像一直沉溺于这样的一个就是营造出来的成功当中所以反对党一直希望你公布真相，希望你好好拼经济，可是莫迪显然是听不进去那再来这个对应一下，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军武跟美国抗衡之下，现在的这个战略堡垒已经在自给自足的政策驱动下，人工智能的领域快速发展所以它2024年整体的研发资金已经到达了5000亿美元，而且呢，现在央视还罕见的披露彩虹7无人机的这样的画面就是一些相关的空战资讯。在节目当中还引述专家讲，就是彩虹7属于是侦察机，会把战场前端的资讯及时传送给有人战机。那央视也指出彩虹机是采取独特的这个飞翼布局，翼身高度融合，翼尖从机身的后端分别安装有副翼襟翼以及这个锯齿形的这个水平尾翼，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这是一个高速侦察机，也是这个中国大陆自主设计研发的。那所以这是不是可能这个巴基斯坦搞不好又要买进了呢？那印度又有面对到威胁了。那我们来问一下亮哥。印度这个完全是大内宣连他能做出什么，然后被美国揭穿，这也是大内宣因为我们在外面，所以就看到这个报道那这个报道显然是从英文翻过来的，所以他国内大概只会有少数精英看到啦那因为他一直有2个神话嘛，因为莫迪是印度教的教主他当然不拜那尤其相对于穆斯林他本来国内他跟穆斯林就相处的不好嘛那你现在还拜给
代表穆斯林的巴基斯坦，而且是 GDP 只有你1/10的国家啊，那多大没有面子？开玩笑，这无论如何不能承认啊。那承认莫迪整个治国的权威就没了，因为他的印度教的信徒有很多那个知识水平都很低的啦，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够揭露啦。可是我觉得这个没有用啊，这个就好像你人工智能啊，什么都可以装啊，做大内宣啊，那美国看在眼里啊，你会得不到尊重啊，那美国就会觉得啊，你这个国家大概就是如此而已啦，你知道？我觉得它的危机是在对外啦。像巴基斯坦要买的不是只有彩虹七啦，彩虹七是无人机嘛，现在印度应该最忧虑的是。中国大陆可能会卖给他歼35外销版，而且我还听到一个消息，说中国有点奖励他5月7号的表现，所以要打折卖他这样。那巴基斯坦是要买40架，那大概到今年秋季就会交30架。这个是中国第一次歼35外销。本来不是说2026嘛，所以提前到今年了。我就说它有那个量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我并不知道，因为有办法一下交30架，我也觉得难以想象啊。那因为你知道歼35本来是要上航母的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5代战机咯，这个跟歼10C 是高很大的档次啊，那随之而来会不会有新的空空飞弹等等等？我觉得这个才是印度要担心的啦，这个担心就是真的，就是历史上你从来没有在空战输给巴基斯坦嘛。对。那这个会有很多外延的战略战术上的意义了。就是说，你还做不到数据分享的战法，你怎么办？那你如果没有空优，那会有海优吗？海上你能够跟巴基斯坦就直接以前都是那个霸凌式的、优越式的压制对方嘛。那现在巴基斯坦大概也不会甩你了。那像这种状况，中国大陆要卖歼35，那谁还敢卖给印度呢？因为如果接下来又要对决的话，法国、俄罗斯、美国谁敢卖给印度来对决？那个阵风战机算4代半嘛，所以印度手上是没有逆中战机的啦。他可能也想跟美国买 F-35啊。可是美国看到他那个战绩可能会害怕，就没人敢卖印度了。好，问一下赖老师，大陆的国防工业是这样的哈，因为他们的不管是哪一款的一个战机或者是船舰，它必须要经过论证。那论证确定是非常的成熟可靠，他们开始进入量产。一旦大陆进入量产了以后啊，他们的这种全自动化的比重很高，量产的速度很快。我举个例子啊。例如说，他们现在歼20已经是一个很稳定、很成熟的一个战机了，所以一般估计它可能在几年内会生产制造到1000架的战机，成为这个中国大陆的主力战机之一。那也就是说，重型机里面歼20有1000架的话，那比你美国的 F-22那多了太多了。你美国的 F-47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啊，但是你现有的5代战机，你就几乎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的歼20来对抗了。那同样的道理，如果说大陆一旦把歼35不管是 A 或是哪一种外销型的，或者是舰载型的当它一旦确定了这样的一个机款了以后，一旦进入那个生产线生产，我觉得在数量这个部分、制造的速度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问题都不是很大因为大陆的这个生产制造力一直很强、很完备。而且它基本上所有的关键零组件都是自己制造的，所以它的生产链只要一开通，它的全自动化一旦进去 ，AI 也进去，我觉得大陆的生产制造不是美国人所能够想象的。现在导致莫迪比较麻烦的地方是在于，莫迪本身他是主动的发动战争，而他被打得很败。可是他上一次的选举，他本身已经在印度的国内，他已经不是一党独大了。他一个党没有超过1/2了，他必须要跟小党组成联合内阁，他才能够超过1/2。
那你想，如果说他这个消息在整个印度撒开了，这个对于莫迪的政权就构成危机了。莫迪怎么办？操作民粹主义嘛，用国家的力量，用国家的资源，用他政党的力量开始操作民粹主义。先查封8000多个这个网站，都把它封掉。第二个，开始攻击外国人，美国有为主，开始攻击美国等等，然后说他们造谣，接着封闭所有的外媒的讯息进来，然后接着你看到他全面性总动员，那么全国欢庆10天，在这个时候谁报道真相，谁就是卖国贼。因为他已经彻底的去洗脑整个印度的底层的人。那印度的底层的跟那些1450的网民，因为你也知道1450这种绿营的那些网军，其实水平都很低的。因为这些人都是民粹极端主义者。那这些极端主义者呢，你一旦他开始被激发起来了以后，他就违反你，只要是谁讲印度不好，你就是印度的叛徒；谁讲印度的真相，谁就是印度的叛徒；谁主张两岸和平，谁就是台湾的叛徒。就是这种猪脑袋的这种人，那他们就构成了这股力量，在印度就横行无阻。就这个时候，所有的网络上的人就没有人敢讲话了。好，来问介老师。我们记得马斯克曾经在他的这个网站上公布说，将来就是无人机的天下，那个 F-35号是没笨蛋才会用的。也就是说，你这种有人战机啊，将来可能在空战里面扮演角色越来越低了。当然不是立刻的。但是中国大陆最近无人机的话，有2型啊，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彩虹7啊，它是隐身的无人机。这个倒是现在美国也没有，其他国家都没有的。所以把无人机做成隐身的话，基本上又是一个技术上的突破。那它的飞行高度非常的高，可以飞到差不多20公里高，然后也是高速的。它基本上是做怎么样？做侦察。那除了侦察以外，当然它可以做什么？战场的这种战情的指挥啊。所以隐身无人机，等于说是中国大陆在这个无人机里面又一个突破。前2天我们才看到中国大陆它这个叫这个无人机航母，这个无人机航母叫9天，它里面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舱，它里面可以装上百架的无人机，那做蜂群无人机的攻击啊。所以中国大陆说实话，在军武方面，尤其在这个就是说这个空战这一方面你可以看出来在技术上不断的突破。那相对于美国的最近的无人机表现也很突出就是说这个MQ9 死神无人机我们台湾买了4架，蛮贵的1架都要上亿美金的它表现得非常好，在跟这个拖鞋军打仗的时候呢，连续被击落好几架，到现在也没有交代为什么老是被人家打下来。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现在在这个最近这2年，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武器装备方面中国大陆是怎么样？日新月异，而美国的事实上看起来它的武器事实上有落后的，这个最尖端武器上面是落后的。然后呢，再加上实战经验来讲，美国最近是什么？满脸豆花，最主要就是它的这个死神无人机被这个拖鞋军，也就是也门的这个胡塞组织打得七零八落。对。